当狮子与老虎相遇后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如果两方没有非要争一个你死我活的话，二者会诞下一种奇兽——狮虎兽。在野外，一只成年草原狮子的体重在245公斤左右，老虎则在300公斤上下。如果它们共同繁育出后代，体重能轻松达到400公斤。它能成为超越父母的最强猛兽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据了解，目前世界上体重数值最高的狮虎兽出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408公斤，因此被人们称为大力神。其实，最早培育狮虎兽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印度。1799年，印度当地的英国官员成功让雄性狮子与雌性老虎进行交配，成功诞下了地球上首只狮虎兽。虽然说的时候轻巧，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困难。要知道，现今世界上存活的狮虎兽也不过几十只，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就在于这两种生物的栖息环境与范围根本不同，所以二者在野外很难相遇。人工的干涉之下，虽然老虎与狮子能在同一个笼子中出现，可如何消除食肉动物之间的敌意也非常不易。就算好不容易解决这一问题，狮子与老虎交配后，母虎能成功受孕的几率也连1成都不到，仅为1.5%左右。不过，只要公狮与母虎真的能诞下后代，那幼崽成年后的实力也非常之强。为什么狮虎兽的理论战斗力要比它的父母高呢？实际上，这是因为在狮群中，母狮子的基因当中是存在抑制后代生长的因子，公狮则恰恰相反，所以二者结合之下就会形成我们所熟知的狮子体型。但是母虎的基因当中是不存在这种因子的，所以当公狮与母虎结合之后，后代将会突破狮子的生物限制，体重与战斗力的上限都会被拔高很多。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成功培育了2次狮虎兽，它们虽然是由人工培育的，但在凶性程度上与野生生物没有什么差别。公狮与母狮能诞下狮虎兽，那么公虎和母狮能顺利诞下后代吗？实际上，虎狮兽不怎么为人所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实在是太难成活了。2002年8月，我国就尝试着培育出了国内首只虎狮兽，不到1个月，又有3只虎狮兽幼崽顺利诞生。直至2009年为止，在国内出生的虎狮兽数量就已经达到11只。可你知道吗？其实大部分虎狮兽幼崽都在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这其实就是因为母狮体内抑制后代生长的基因太过强大。如果狮虎兽的成活率在10万分之一左右的话，那虎狮兽的成活率则要再低5倍左右。所以说，如果狮虎兽在理论上还有战胜其父母的可能的话，虎狮兽能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几率则几乎为0。毕竟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需要与自身的缺陷相斗争，难以挨到成年期的虎狮兽，何谈战胜其他生物呢？但话又说回来，其实这2种人工培育的杂交兽都存在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都不具有生育能力。当然，这在动物杂交界也属正常。就比如我国千百年间任劳任怨的骡子，就是马和驴杂交的产物，同样不具有生育能力。狮虎兽是畸形物种吗？人类的干涉对狮虎兽的影响是好是坏，目前还没有定论。虽然与虎狮兽相比，狮虎兽能存活下来的几率要更大，但它们走向死亡的过程其实并不美好。即使截至目前，世界上存活最长的狮虎兽的寿命为20年。对比其他任何生物，狮子的身体结构都可以说是最为强壮的一种，甚至我们会用狮子头来形容一种肉丸子。可想而知，狮子的头部有多大多重。但由于公狮与母虎交配后，狮虎兽的生长不再受限，所以它们的体重将处于一种时刻都在增长的状态。与此同时，由于狮虎兽的头部较重，身体却继承了老虎的流线型线条，所以它们根本不具有能衬起巨大头颅的骨架。所以说，虽然狮虎兽要比虎狮兽更可能存活下来，但它们却也因为基因问题存在着不易存活的情况。
也正因这种杂交并没有让这些新产生的动物获得普通生物应有的抵抗力，所以在伦理方面一直都被人们所诟病。毕竟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我们不应该创造一个无法顺利发育的动物种群。然而，如果没有狮虎兽以及虎狮兽的存在，我们又怎么加深对母狮印制后代生长的基因的了解呢？此外，抵抗力的低下也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由于不健康、不正常因素长期存在，这才有了让我们得以观察，然后深入研究的机会。毕竟，杂交植物，例如杂交水稻，都经历过从无到有、从羸弱到茁壮成长的过程。一旦我们可以窥探到生物杂交的奥秘，到时候说不定可以凭此来解决狮子、老虎等生物种群中存在的难以医治的急症大病，甚至举一反三，参考出治疗人类病症的方案也是有可能的。功在千秋不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毕竟科学的发展虽然要受到人类道义的限制，但却不应该受其控制。关于猫科动物遗传学、繁殖生理、免疫学的研究项目，其实都在指望着狮虎兽项目能有进一步的进展以及发现。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